如果西太平洋真的進入高強度对抗階段，最危險的時刻往往來得很安靜，航線還在跑，艦艇維持編組，雷達畫面沒有異常，聲呢也持續回傳背景噪聲。從水面看，一切都處在可控狀態，但在近海水域，經驗豐富的操作者會注意到另一件事：聲學環境開始變得单純，回波數量在減少，水下空間像是被一點點清空。這種變化很細微，卻很難忽視。在這種時刻，日本真正進入工作狀態的不是一個抽象的潛艇力量，而是2種已經被反复推到前線，並且被当成日常工具使用的具體平台——苍龙级潛艇以及更新一代的大鲸级潛艇。理解这2型潜艇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它們並不是為了遠洋巡航而存在，也不是用來制造第一次出手的震撼效果。它們真正服務的是近海環境裡一種更现實的需求，在空間有限、節奏緊張、反潛力量密集的水域中，提前站住位置，并且持續留在那裡。也正因為如此，圍繞這2型潛艇討論強不強，其實意義不大。真正重要的問題只有幾個：它們的數量夠不夠支撐長期輪換？它們的體量和結構適不適合島鏈環境反复進出？它們的動力、系統和武器能不能在短窗口高頻接觸中讓判斷一直成立？我們今天要做的不是給出一個宏大的戰略結論，而是把視角拉回到更具體的層面。蒼龍級和大鯨級究竟是如何被設計成近海水下工种的？當我們把這些問題拆開來看，很多看似克制甚至不夠張揚的選擇反而會變得非常清楚。討論近海潛艇數量從來不是炫耀指標，而是用來判斷一件更現實的事：它能不能形成長期輪換。对日本來說，潛艇不是壓箱底的王牌，而是一種需要反复出勤、持續存在的水下工种。這一點從蒼龍級的數量與服役節奏上就能看得很清楚。蒼龍級潛艇全集共建造12艘，首艇在2009年入列，最後一艘於2021年正式服役。這個規模在常規動力潛艇序列中並不算誇張，卻足以支撐一種非常現實的使用方式：多艇輪換、長期覆蓋、持續存在。換句話說，這12艘蒼龍級不是為一次性集中投入而準備的，而是為了在近海環境中始終保持水下有人在港的狀態。在正常輪換條件下，其中一部分執行任務，一部分在途中，一部分維護整備，整體節奏是穩定而可預測的。這正是夠用的真正含義。時間軸同樣說明問題，蒼龍級跨越10餘年的服役窗口並不是拖延，而是在一邊維持戰備，一邊逐步修正設計與使用細節。當近海高頻對抗成為默認前提時，蒼龍級已經完成了從新平台到成熟工具的轉變，可以被放心地推到水下前沿。而到了大鯨级潛艇，節奏反而明顯放慢了。大鯨级首艇在2022年入列，第2艘於2023年服役，第3艘在2024年進入现役序列。整體規劃數量約7艘，但建造與服役節拍保持得相當克制。這並不是猶豫，而是在等待一個關鍵條件完全成熟。新的水下節奏是否已經被吃透？大鯨級承擔的不只是簡單換代，而是把鋰電池電力管理與作戰系統整合變成日常使用的默認前提。在這種情況下，與其快速拉高數量，不如先確保每一艘艇、每一次出勤、每一次輪換都在可控區間內運行。一旦這種節奏被驗證，規模擴展反而會變得順理成章。把2型艇放在一起看，邏輯就非常清楚了。蒼龍級用12艘10餘年，解決的是現在能不能穩住水下存在；大鯨級用更慢的數量推進，準備的是未來如何在更高頻節奏下運作。前者數量夠用，後者時間不急，這不是性能高低的差別，而是不同階段的使用策略選擇。也正是在這種數量與時間的安排之下，後續關於體量、結構、動力和系統的設計取向才真正站得住。
判斷一艘潛艇的定位，體量往往比武器更誠實。蒼龍級潛艇水下排水量大致落在4200噸級，艇體長度約84米。這個尺寸在常規動力潛艇裡並不算小，但也明顯沒有往遠洋持續巡航平台那一側繼續放大。大鯨級潛艇整體尺寸進一步微調，水下排水量接近5000噸級，但變化重點並不在拉長艇體，而是在內部空間的重新分配。這兩個數字本身並不驚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這個體量區間裡選擇停住，而不是繼續長大。原因其實很現實，在島鏈密集、航道複雜、水深變化頻繁的近海環境中，潛艇並不是越大越好，體量一旦繼續放大，隨之而來的就是轉向半徑增加，吃水要求變高，對水深和海床條件的適應性下降。這些問題在遠洋可能不是致命缺點，但在近海卻会直接壓縮可用空間。蒼龍級的體量剛好卡在一個舒服區間，它可以攜帶足夠的系統與武器，同時仍然保持良好的機動性，在複雜海域中反復進出，而不需要為每一次行动重新規劃整套航行邏輯。到了大鯨級，這種取向並沒有改變，尺寸的增長並不是為了換取更遠的航程，而是為了給新的動力體系、電力管理系統和作戰系統留出更从容的內部餘量。換句話說，大鯨級變大的部分主要是給系統和節奏讓路，而不是給航程和火力讓路。結構設計上，這一點體現得更明顯。這兩型艇都沒有追求極端的多艙段複雜布局，也沒有為了單一能力犧牲整體平衡，它們更像是圍繞一個核心目標展開，在近海環境中長期穩定重複的工作。這種結構取向直接決定了它們的使用方式。它們不是那种一出港就要跑很遠，一次任務周期拉得很長的潛艇，相反，它們更適合高频出勤、短到中等任務周期快速輪換。对軍迷來說，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翻譯：當一艘潛艇的體量和結構被壓在這個區間內，它真正擅長的就不再是把距離拉開，而是把空間反復利用。在島鏈環境中，這往往比單純的航程更重要。也正因為體量和結構被這樣限定，後面的動力選擇系統整合才會顯得順理成章。當潛艇無法也不打算靠跑得更遠來解決問題時，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有限空間裡把每一次動作的節奏控制得更精確，而這一點正好為下一步的动力取向提前劃定了邊界。當體量和結構被限定在近海的舒服区間之後，潛艇真正要面对的就不再是設計問題，而是能不能長期穩定的工作。蒼龍级潛艇正是在這個階段完成了從新一代平台到成熟工具的轉變。從時間上看，蒼龍級跨越了一個完整的使用周期，從首艇入列到末艇服役，期間10餘年，既經歷了反潛環境的變化，也承受了高頻出勤帶來的消耗考驗。這段時間的意義並不在於年份本身，而在於所有容易暴露的問題都已經被實際使用所檢驗。蒼龍級在設計上並不追求某一項指標的極限，它的靜音水平、機動能力、系統穩定性都被壓在一個長期可控的区間內。這種取向在紙面參數上並不張揚，但在近海環境中卻非常實用。以靜音為例，蒼龍級並不是為了徹底消失而存在，而是為了在複雜聲學背景中不被環境本身排斥出来。在岛鏈密集、水深变化頻繁的水域裡，這比單純降低噪聲指標更重要。它需要的是一種在常態航速、常態機動下依然能保持判斷連續性的安靜。动力系統的取向同樣體現了這一點。蒼龍級前期採用傳統鉛酸電池體系，後期引入鋰電池驗證型號，但無論是哪一階段，核心目標始終沒有改變，穩定支持近海高頻出勤。它不是為了長時間高速航行而優化，而是為了在常見水下節奏中減少不必要的狀態切換。這種穩定性在使用層面非常關鍵。當一型潛艇被頻繁派出，艇員真正依賴的不是理論上能做到什麼，而是今天會不會出意外。蒼龍级在多年使用中建立的正是這種信任感。
对日本海上自衛隊來說，蒼龍級的意義已經不在於先進，而在於可靠。他知道這型艇在什麼速度區間最安靜，在什麼深度最舒服，在什麼節奏下系統最穩定。這些經驗比任何參數提升都更有價值。也正因為蒼龍級已經把近海環境摸熟，他才為下一代平台騰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空間。當怎麼用已經不是問題，接下來要解決的就只剩下一件事，能不能把水下節奏再往前推一步，而這一步正是大鲸级真正要承擔的角色。蒼龍级把一個問題解決得很乾淨，近海对抗裡艇要安靜，要可靠，要能反复出勤。但他也把另一個問題暴露得更清楚，在高頻接觸的海域，真正難的不是藏得住，而是你在水下每一次動作究竟要付出多少代價。這就是大鯨级潛艇 TAG Class 的切入點，它不只是簡單換代，而是致力於把水下行動的心理成本直接壓下來，讓潛艇從謹慎挪動变成可以按計劃挪動。這實質上是在將潛艇重塑為一種近海水下的節奏工具。最關鍵的變化是鋰電池成為默認前提。大鯨級從設計起點就把高能量密度的鋰電池當作底座，於是整艘艇的電力邏輯、熱管理邏輯、系統運行邏輯都可以圍繞同一件事來組織，在不破壞靜音與態勢的前提下，讓動作更可計算。抓住一個關鍵點，鋰電池帶來的優勢遠不止續航更強，真正的變化在於潛艇不再需要把每一次加速轉向深度修正都當成一次會牽動全艇資源的大動作。當瞬時功率更充裕，電力輸出更平滑，系統之間就不必頻繁爭奪電力預算，這會直接改變艇上的決策節奏。你不需要為了一個短窗口機動提前把其他系統降級，也不用事後再花時間把整艇狀態拉回穩定區。這一點落到實戰語言裡，就是一句話：大鯨級讓動作變得更像常規操作，而不是冒險操作。在近海這種窗口短接觸密的環境裡，這不是舒服不舒服的問題，而是你能不能把戰術寫進計劃，按計劃執行的問題。第二個變化是電力管理從經驗判斷進一步走向系統判斷。鋰電池對安全監控的高要求，迫使電池管理系統負載分配狀態監測全面細化，這會帶來一種很現實的效果。艇員對現在還能做什麼動作的判斷，不再主要依賴感覺與保守估計，而是更依賴實時狀態數據給出的可行區間。換句話說，你不是變得更大膽，而是變得更有底氣，因為你更清楚代價在哪裡。第三個變化往往決定連續作業能力，系統高負載運行的穩定性更容易維持。近海對抗最吃資源的不是魚雷那一瞬間，而是信息處理、指揮控制長期保持在線。當電力供應更平順，系統不必频繁做保命式降載，判断鏈就更容易连續成立。把這三件事合在一起，大鯨級的性格就很清楚了。他不靠更誇張的紙面数据去贏，他靠的是把水下節奏推快、推穩、推可控。當节奏本身成為一種工具，潛艇的運用方式就發生了根本变化。窗口来了，它能更快調整位置；窗口沒來，它能更久保持高負載盯防。局勢變化，它能更少用硬忍耐去換穩定。所以大鯨级真正的價值是日本把蒼龍级多年形成的使用經驗壓縮成一條更直接的結論，並予以工程實現。既然近海对抗的本質是高頻短窗口連續判断，那潛艇就必須具備一種能力，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按系統邏輯移動、維持與出手。接下來要看的就是当他敢动敢算的时候，其系統能力會如何具體改變對抗方式。節奏被工具化之後，潛艇在水下究竟多了哪些可以放心使用的能力？這些能力並非单一的炫目裝備，而是一組彼此疊加、彼此放大的系統特性。首先發生變化的是持續感知能力。在近海環境中，真正消耗潛艇資源的是信息處理與態勢判斷，長時間保持高負載運行。當電力結構更穩定，
系統就不必頻繁為省電而降級工作狀態。這意味着潛艇可以更久地保持完整感知鏈，而不是被迫在聽得清楚和撐得住之間做取捨。翻譯成作戰語言，你不是偶爾看見目標，而是能更長時間盯住它，並且持續理解它在幹什麼。第二個被放大的是動作與感知之間的協調性。在傳統節奏下，潛艇每一次機動都會被視作可能擾亂整體狀態的行為，而在新的電力與系統結構下，這些動作更容易被壓縮成可控擾動。潛艇可以在不明顯破壞感知連續性的前提下，完成必要的位置修正。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在近海高頻對抗中，真正決定成敗的往往不是第一次發現，而是你在發现之後有沒有能力微調位置而不暴露自己。當這種能力变成常態，水下對抗的邏輯就會發生變化。第三個變化體現在系統協同的可信度上。當感知、處理、指揮和武器控制都可以在更穩定的資源條件下運行，作戰系統就不必被設計成極端保守，判斷可以更連續，目標行為模型可以更充分的更新。這並不會讓潛艇變得更激进，但會讓它在關鍵時刻更不容易誤判。把這些能力合在一起看，大鯨級並沒有引入某種以前沒有的神秘技能，它真正做的是把過去那些理論上可行但使用成本很高的能力，變成了可以日常使用的工具。這對對手的影響是非常现實的，因為你面對的不再是一艘需要長時間靜止、偶爾才敢動一次的潛艇，而是一艘可以在水下持續調整位置、持續保持判斷，並且不輕易暴露節奏的对手。這種存在本身就會不斷壓縮對方的行動自由度，所以大鯨級的特殊能力並不體現在某一項參數的飛躍上，而體現在水下行為被系統化、常態化這一點上。當潛艇開始按系統邏輯而不是按保守經驗行動，水下對抗就不再只是耐心的比拼，而是对節奏管理能力的較量。而当這種能力被真正用順之後，下一步要面對的就不再是能不能做到，而是當需要把判斷變成結果時，這套體系是否值得信任。這正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核心。在近海水下對抗中，潛艇面臨的真正考驗從來不是有沒有武器，而是一個更現實的決策難題。在信息不完整、时间窗口極短的情況下，這一次攻擊究竟值不值得？正因如此，蒼龍級與大鯨級在武器系統上的發展取向始終清晰而克制，其核心在於提供一種可信的結果選項，而非追求紙面參數的極致。兩型艇的主力武器是日本長期使用的89式重型魚雷。這款533毫米口徑的重型魚雷設計重點始終放在近海複雜聲學條件下的穩定制導與抗干擾能力上，而非追求最大射程。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在島鏈環境中，目標很少處於乾淨單一、遠離干擾的理想狀態。漁船、商船複雜水聲背景與主動干擾往往並存。此時真正的考驗在於，魚雷在發射之後能否在複雜背景下持續識別並鎖定正確目標。89式魚雷的價值正體現於此。它強調多模式制導與複雜環境下的目標篩選，這使得潛艇的發射決策更像是在執行一個經過環境驗證的成熟方案，而非一次冒險的賭博。除了魚雷，在需要對水面目標構成威脅時，日本潛艇也具備使用 UGM-84 魚叉反艦導彈的能力。必須明確的是，潛射魚叉並非蒼龍級或大鯨級的主用武器，它的存在意義主要在於迫使對手調整其戰場計算。一旦潛艇被確認擁有潛射反艦能力，水面艦艇便無法再將其僅僅視為純粹的反潛作戰對象，其航線規劃、編隊間距以及資源分配策略都不得不因此改变。從戰術角度看，這是一種典型的低頻運用高效能的能力。真正讓這些武器系統發揮效能的是其背後的運用邏輯。日本潛艇並不追求以最快速度完成一次交戰，而是構建了一套允許武器系統服務於更長時間、更審慎判斷過程的流程。声呐接觸會被反复驗證，目標行為模型會持續更新，
火控系統不會急於給出立即攻擊的結論，這在近海環境中至關重要。一次錯誤的攻擊不僅可能導致戰術失敗，更可能暴露潛艇自身的位置與行動節奏，破壞整體的水下存在。蒼龍級在多年的高頻次出勤中已驗證了這套邏輯的可靠性，而大鯨級的進步在於讓這種求穩的邏輯在更高節奏的对抗環境下依然能夠成立。綜合這些要素，可以看出一個成熟的取向。這兩型艇的武器系統目標並非構建壓倒性的火力優勢，而是為了在近海複雜環境中為指揮員提供一個足夠可信的決策依據。當艇長最終下令發射時，他所依赖的並非某项最強參數，而是基於一個堅實的判斷。這套武器系統在當前的環境條件下已通過反復驗證，能夠按照預期可靠工作。而這種建立在長期驗證基礎上的信任感，其本身便構成了一種持續的压力。对手所感受到的真正威脅，往往並非來自那可能的爆炸瞬间，而是来自一個無法確認的疑問：水下那艘保持安靜的潛艇，此刻是否已具備了從容做出攻擊決定的全部條件？当我們把視角從单艇性能移開，真正決定潛艇能不能形成長期压力的，往往不在水下，而在水面之上的運行方式。近海对抗有一個很殘酷的現實：潛艇不需要一次航行跑得多遠，但必須反復出現，持續存在。如果一型潛艇只能偶爾上場，那它的威慑效果會迅速被对手消化。這正是蒼龍級與大鯨級在部署與輪換層面的真正價值所在。首先是基地與前置布局，日本並没有把潛艇力量集中在单一的大型枢紐港口，而是沿着關鍵海域保持多點部署能力。這意味着潛艇從接到命令到進入作業水域的時间被明显壓縮，更多精力可以留给水下任務本身，而不是消耗在長距離轉場上。其次是輪換節奏的設計方式，蒼龍級與大鯨級並不被當成稀缺資產謹慎保存，而是被制度化的納入高頻出勤體系。一艘潛艇返回整備時，另一艘往往已經在路上，甚至提前進入接替区域。這種交接方式讓水下壓力呈現出一種幾乎不斷線的狀態。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但不太顯眼的判斷點：當潛艇的設計重點放在穩定性與可預測性上，維護與整備周期就更容易被準確規劃。設備狀態越可控，輪換節奏就越可靠。這也是為什麼前面提到的動力與系統穩定性會在這一層開始放大價值。對對手來說，這種運行方式帶來的壓力並不來自某一次明確接觸。真正令人頭疼的是，你無法判斷水下是否已經換了一艘，即便偵測到一次潛艇活動，也很難確認這是同一艘在持續作業，還是另一艘已經完成接替。這種不確定性會直接推高反潛成本。水面艦艇需要投入更多資源維持警戒，空中反潛巡逻不得不拉長時间擴大範圍。哪怕什麼都沒有發生，節奏本身已經被拖慢。而在近海高強度对抗中，節奏被拖慢本身就是一種損失。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看，你會發現一個很清晰的結論：蒼龍級與大鯨級的威懾力並不主要來自單艇性能，而來自一種被制度化的存在方式。它們不是出現一次，而是讓水下始終處在可能已經有人在港的狀態。回看蒼龍级與大鯨級，他們並沒有試圖在每一個指標上追求極限。相反，日本在這兩型潛艇上反復做的是一件事：把近海對抗变成一門可持續的工作。數量與時間保證他們能長期輪換體量與結構，讓他們在複雜環境中反復進出。動力與系統降低每一次行動的決策成本，武器體系提供一個足夠可信的結果選項，而部署與輪換則把這一切變成常態。所以這兩型潛艇的真正價值並不在於能不能打贏一場水下交戰，而在於只要它們存在，所有人都必須按水下可能已經有人的前提來行动。這種壓力不需要被看見，也不需要頻繁驗證，它只需要長期存在就足以改变節奏。
而這正是近海水下力量最現實也最難被抵消的價值。本期内容就聊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這期有意思，點個讚，訂閱一下頻道。你們的支持會直接決定我們還能把哪些話題繼續往深裡聊。也歡迎在評論區說說你的看法。在真實對抗環境下，你認為潛艇這種看不見的力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局勢？我是阿偉，我們下期見。